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你们最近到好吗？有没有持续的在学习投资理财呢？那为什么2025年的通膨问题会更加的棘手？那我们就马上来看联准会官员他们的最新谈话。首先第一位官员他是拉斐尔·博斯蒂克，那他在2024年的时候呢是具有利率投票权。那他在上一周的谈话当中就有表示，若要有所偏误呢，我宁可偏向于保守，也就是不降息，以确保通膨能稳定的落在 2% 的区间。他这段话呢其实就是在强调宁紧勿松。那博斯蒂克表示呢，当前通膨的走势呢是时好时坏，因此联准会的降息动作应该要更加的保守，宁可保持利率在较高的水准，也不能轻易让通膨回升。就像是1970年到1980年那一段时间的话呢，就是因为联准会官员呢反复的升降息呢，导致通膨呢一直反弹，一直维持在 10% 以上的一个高通膨状况。博斯蒂克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表明他非常的不希望美国呢再回到大通膨时代哦。那美国现在的通膨到底是多少呢？美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 Core PCE 在2024年的12月20号呢，它的公布值是来到了 2.8%。那如果你把它回推到2024年一整年度，你会发现到2024年1月份的时候呢，通膨是来到 2.9%， 虽然中间呢有一度回落到 2.6%， 但是之后呢又反弹来到了 2.8%。 在2024年一整年当中，美国的 Core PCE 只有下降 0.1%。 好，那另外一位官员就是玛丽戴利，那他在2024年是有利率投票权，但是他2025年的话呢也是一样，他没有利率投票权。那他就表示呢，尽管过去2年我们在通膨控制方面呢取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展。那他这边讲到的是2年并不是1年因为我们刚刚看到2024年一整年其实他们的通膨下降幅度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如果你把2023年也加进来的话呢，的确是下降蛮多的幅度哦。那玛丽戴利后面又表示呢，他认为现在的通膨依旧是高于预定的目标，就是 2% 的目标，这让他感到非常的不安。那这段话呢，玛丽戴利其实是强调美国的通膨是还没有回到 2% 的目标，联准会应该要更加坚决的继续去抗通膨哦。那第3位则是联准会的理事阿德里纳库格勒，那他是常任理事，所以呢他一直都有利率投票权。那他就表示呢，我们在2024年第1季度的时候呢，的确有看到通膨有一个波动，而现在那个波动呢又出现了。他所说的波动就是通膨没有下降，甚至有一点反弹的这种状况。那他希望呢这个状况呢只是一个短期的现象，而不是一个更持久的问题。那阿德里亚纳库格勒其实他就是担心，如果通膨反弹这种状况在2024年年底通膨反弹这种状况，如果它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的话呢，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联准会就必须要重新考虑是否要继续保持在高利率更长一段时间。那最后一位也是联准会的理事，他是里莎库克这个人的话呢，他是比较少去发表讲话的那他也是有利率投票权。那他就表示，自2024年9月份以来，劳动力市场比我们预期的更加具有韧性，通膨也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的顽强，因此我们认为进一步的降息可以更加的谨慎。那他所说的美国劳动力市场比他们预期的更具有韧性，我们可以看他们的美国失业率的数据。你可以看到美国失业率的数据在2024年12月6号公布出来的最新值是 4.2%。 那这个 4.2% 如果你看最近1-2年的确是蛮高的，但是如果你把它拉到近50年来看的话呢，美国现在的失业率其实还是相对低哦。那其实丽莎库克他是想要表示，他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强韧感觉到非常的惊讶，而且呢他也看到通膨回落的速度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快，这导致他认为现在降息应该要放缓步伐。好，那我们看到前面这4位官员在过去这1个礼拜的表态，你可以发现到他们不约而同的指出通膨虽然比2年前已经有大幅降温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仍然没有达到 2% 的目标，而且最近1年呢他们的一个通膨下降的幅度并不明显，所以呢他们都释出了一个保持警惕的讯号，暗示呢2025年联准会的降息幅度或者是速度呢可能会放缓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美国利率期货交易市场他们对这些官员讲完这些话之后呢他们的反应。
那你可以发现到，在2025年1月29号，目前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预期联准会应该是不会降息的，几率是高达了 95%。那在2025年年底，也就是12月10号的时候呢，美国利率最高几率应该也只会降到 3.75% 到 4%， 也就是说呢，顶多再降息 0.5%。那对于美国利率降息的预期这么大幅度的放缓，那我们债券的投资人应该要怎么做呢？如果你跟我一样预期未来1年美国联准会呢，他们可能不太会去降息，最多可能也只降息 0.5% 的话呢，那我们可以去购买短天期的美债来保持我们自己投资组合的弹性。那我这边所提到的短天期的美债是指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那为什么我会推荐直接去购买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因为短天期的美国公债呢，我们可以去购买那种3到6个月到期的短天期美国公债，那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持有到期拿回本金？那拿回本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再去市场上观看，联准会有没有降息，或者是说他们是不是要升息，那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投资去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哦。但是如果你是购买中长天期的美国公债，虽然利率向下的时候呢，长天期的美国公债的确可以提供比较高的价差收入，但是呢，如果我们预判错误，像是如果2025年真的完全没有降息，甚至开始升息的话，那长天期的美国公债呢，它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下行压力哦。我们可以看现在最新的美国公债殖利率，6个月到12个月到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呢，现在大概是落在 4.2% 到 4.3% 之间。如果你是要求资金流动性比较高的投资人，那短天期美国公债其实它这个收益率已经是非常的不错了。好，那如果你是追求未来长时间能有比较高的配息的话，那你可以选择长天期的美国公债，像是现在10年期到30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是 4.7% 到 5% 之间，而且呢，这么高的殖利率也是过去1年当中呢最高的一个时刻哦。这也就表示，如果你是想要投资长天期的美国公债，然后呢持有到期领那种高的配息的话，现在是一个不错的进场时机。但是如果你是想要赚债券的价差的话，那我觉得现在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未来联准会是否要持续的降息，现在是打上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哦。好，那至于要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来锁定收益呢？你可以看我上面这期影片，那我教大家如何直接去购买美国公债，只要$1000就可以开始购买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台湾美债券 ETF 在2024年12月份的绩效以及配息排名。那2024年已经过完了，那我们就可以统计1整年的美债券 ETF 他们的绩效。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公债。那美国公债呢，在年底2024年年底的时候呢，又新增了2档 ETF， 分别是 00969B 的元大零息超长美债，以及 00967B 的元大优息美债 ETF。那这2档 ETF 呢，都是元大投信所发行的。那 00969B 这档 ETF 它主要是投资在那一种没有到期期限的那一种美国公债，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它的存续期间是来到了27年，是我们现在台湾所有美债 ETF 当中呢存续期间最长的一档 ETF。那另外一档 ETF 是 00967B 的元大优息美债 ETF， 它则是投资那一种1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为主，所以呢它的存续期间的话呢，大概是落在12年左右。好，那这2档美债 ETF 它们竟然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那这就使得我们现在台湾的美债 ETF 就多了那一种月配息的选择哦。好，因为我们之前台湾所发行的旧有的美债 ETF 全部都是属于季配息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近世纪的累积殖利率表现。那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95B 的中信美国公债20年期 ETF， 它是来到了 5.3%。那再来则是 00857B 的永丰20年期的美国公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4.7%。那2024年整年度的含息绩效表现最优异的全部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你可以发现到短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在2024年一整年平均他们的一个绩效表现是在 10% 以上哦。那如果你是属于长天期的美国公债 ETF， 在2024年一整年度的表现呢，都是属于负值的哦。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公司债券 ETF 在2024年一整年度的绩效表现。
那在2024年12月份，公司债券 ETF 也有3个新成员，分别是 00966B 的统一业居头等债15加 ETF， 还有 00970B 的星光 BBB 头等债20加 ETF， 以及 00968B 的元大优息头等债 ETF。那这3档 ETF 呢，它们全部都是属于月配息的 ETF 哦。那加入这3档月配息 ETF 跟刚刚美债新发行的2档元大美债 ETF， 总共呢，现在台湾的月配息的债券 ETF 就已经高达了19档咯。所以说如果你非常喜欢那一种月配息的债券 ETF， 那总共有19档 ETF 可以供你参考哦。好，那公司债券 ETF 当中，过去4季累积殖利率表现最优异的是 00741B 的富邦全球非头等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9%。那第2名则是 00725B 的国泰投资级公司债 ETF， 它是来到了 6.8%。那第4名则是 00740B 的富邦全球头等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 6.5%。那2024年整年度的含息绩效表现最优异的前3名全部都是属于非头等债 ETF。那这个状况其实我们刚刚在美国公债 ETF 当中就已经有发现到了，因为美国公债 ETF 当中2024年表现最优异的全部都是属于短天期的美债。那我们这边呢，公司债券 ETF 它2024年表现最优异的也全部都是属于短天期的债券，再去加上它们又全部都是属于非头等债。那在2024年美国经济并没有步入衰退，那非头等债 ETF 它们的违约率就没有上升，然后呢再去加上它们配发比较高的利息，就使得它们在2024年的表现呢就是非常的优异。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美债券 ETF 在2024年12月份的净值规模推荐排名。那我们先看美国公债 ETF， 那美国公债 ETF 新进来的这2档 ETF， 它们的净值规模大概是来到了20亿左右，那它们的受益人数呢也是来到了3800到3900的。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2档 ETF 相对于那种2024年一开始年初的时候新发行的债券 ETF 来讲，他们这2档 ETF 的热度其实就没有到非常的高。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在2024年年初的时候发行的非常多的债券或者是美债 ETF， 他们只要一发行出来，那个受益人数在1个月内都可以来到好几万。那这2档 ETF 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发行，那他们的热度就没有到这么的高，因为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美国联准会呢，他们在2025年的预期他们的降息的幅度并不大，那这就使得美债 ETF 对投资人的吸引力就下降了。好，那现在美国公债 ETF 当中净值规模最高的是 00679B 的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的规模是来到了3000亿台币。那第2名则是 00687B 的国泰20年期的美债 ETF， 它则是来到了2500亿台币。那受益人数最高的也是元大美债20年期 ETF， 它是来到了395361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公司债券 ETF。那公司债券 ETF 净值规模最高的是 00937B 的群益业居头等债20加 ETF， 它也是来到了2500亿台币。那其他3档新发行的 ETF 分别是 00968B、00970B 跟 00966B。那这3档 ETF 它们的净值规模大概是落在40亿到50亿台币之间。那你可以发现到这3档 ETF 在12月份的时候，他们的受益人数增加是蛮明显的，大概都有落在1万人左右。相对于我们刚刚所看到的2档美债 ETF，他们只增加了3000到4000人之间。那这3档公司债券 ETF， 他们的热度就比较高。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呢？那主要就是因为美国公债 ETF 我们主要是用来赚价差。如果你的投资目标除了有要赚价差之外，你还想要领比较高的利息的话，那你应该就会来选择公司债券 ETF。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在2025年现在市场上的投资人都预期比较不会降息的状况之下，那美国公债 ETF 的热度就比较没有这么的明显，那大家就会比较想要去投资除了可以赚价差还可以领高利息的债券 ETF 哦。好了，以上这些表格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以及置顶留言栏当中。那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不用填写任何资料就可以免费进行下载咯。好了，我是不随着股市真心分享价值 Kevin。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个赞再走。那 Kevin 持续输出不易 ，Kevin 非常需要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大概是落在12年左右。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公债 ETF 他们最近4季的累积殖利率表现。那最优异的，等一下。